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嗨赖特》。那6州开票呢，就在今天晚上，你紧不紧张？紧不紧张？这次呢有选举6个州，分别是吉打、吉兰丹、登嘉楼、槟城、雪兰莪，还有森美兰，总共要选出245名的州议员，合格选民有978万人，几乎是我们全国2000万选民的一半，半个国家都在选举的意思啦。那如果你刚好不需要投票，感觉到好像很关好喜哦，很无感哦，觉得这个州选好像是不会影响国家的这个稳定的话，我只能讲 sorry you are wrong。虽然呢，安华自己也是说没有什么影响啦。 It wi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posi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州选是有可能会影响安华的首相大位的哦。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残酷的现实：6州选举有可能引发国家政局动荡的 scenario。情境 A， 团结政府3+X， 国盟3。什么是3+X 呢？因为在选前团结政府执政3个州嘛，国盟也是执政3个州嘛，3比3。那如果这一次呢，团结政府稳住目前的3州政权的话，又从国盟的手中呢夺下比现在更多一点点的议席，也就是这个 X 啦哈。那么安华和团结政府呢就会刚好及格过关，可以对外大声的说，团结政府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就算只是微增一点点的席位也没有关系，安华还是可以稳稳的坐在这个首相大位上，直到下一届。如果没有其他的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啦哈。情境 B， 团结政府3，国盟3+X， 这个就是和情境 A 的相反哦。如果国盟稳住了3州，还从团结政府的手中呢去夺走了一些议席，那么就算国盟只是多赢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就好啊，他们也都可以解释成为这几个月的联邦政府太无能了，太让人民失望，所以国盟成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去营造国盟比团结政府更加优秀的印象。其实呢，国盟呢和很多的评论家呢都把这一次的州选定调成安华政府的期中考，有一些呢还甚至诠释成为国家对联邦政府的非正式公投哦。比如说，国民满意安华政府的表现吗？联邦的这一个经济政策奏效了吗？如果无效的话，那就投反对票来惩罚安华政府。等一下那个美国的总统的期中考是在任期的中间，刚开始执政的2年后嘞，我们的安华才执政不到9个月，Hello， 政策都还没有真的出来吧？又不是在煮泡面，对不对？如果安华可以在9个月内就生出经济扭转的大政策的话，让马币一飞冲天，人人发大财，那我一辈子就投他。不过这个 commitment 好像有点太重，财神爷才有可能。财神到，好走快2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情境 C， 团结政府3，国盟3+M， 也就是很多马来议席。我们先来大胆的假设，国盟稳住原本的3州，还成功在团结政府的地盘攻城略地。虽然没有赢下州政权，可是呢抢走了很多马来议席。那么到时候的新闻标题呢，可能就会是很耸动的：绿潮成型，席卷全马。国盟自诩为穆斯林或马来民族保护者的地位将会更加的巩固，尤其是在选前团结政府呢执政的这3个州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多元化的发展州属嘛，那么国盟的地盘呢则是比较传统的 Malay Heartland， 也就是马来腹地。那这次的州选呢，其实也是被定调成为多元对垒单元，伊斯兰进步派对上伊斯兰保守派，所以呢失去很多马来议席，代表团结政府主打的多元开明路线没有获得大多数马来人的支持，甚至有学者说这是马来右翼势力的抬头，越来越多马来人希望整个社会更加宗教化，更是马来穆斯林否定安华政府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从政党的角度来看国阵或者是巫统，他们本来的定位呢，就是为了帮助团结政府去赢取更多马来人的选票嘛，希望可以达到1+1=2的效果。那如果这个数学题不 work 的话，那么代志大条了。为什么呢？因为巫统在不退出政府的前提之下，他们会避
开巫统需要内部改革的这个事实。他们会说自己是被马来人惩罚啦，是因为呢巫统呢跟行动党结合，团结政府呢有强烈被华人支配的这一种观感。而且以马来西亚目前的人口比例来看，马来人约70%，华人是大概有22%。马来人投票的影响力本来就已经比华人大非常的多。那么到时候呢，巫统就会逼迫团结政府往右倾，然后呢更强化马来人或伊斯兰的政策，淡化目前的多元色彩。甚至呢也有分析指出哦，巫统会把安华当成人质。在内部呢会要求更多的权利，因为呢现况是安华需要巫统大过于巫统需要安华。国盟呢还可能会让整个政府呢每天吵架，去制造更多的种族或宗教的课题，让团结政府内斗，甚至呢弄到一些本来就对团结政府有怀疑的巫统议员辞职，去制造补选。情境1，团结政府2，国盟4。如果等一下呢出现这个局势的话呢，就很恐怖了。因为呢，这个代表呢国盟大胜，还夺下了比较发展的州属，无论是雪兰莪、槟城或者是深美兰都好哦，联邦政府的稳定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这个结果呢，是间接导致安华的团结政府失去凝聚力，让原本在团结政府里面的这个19个政党开始怀疑安华。怀疑呢自己如果继续跟团结政府在一起，是不是反而扣分的，而未来甚至会失去更多的选票。那这一种政治或信心危机一旦爆发哦，就算是安华他很尽力啊，想尽办法的去安抚大家，勉强的执政，也会变成是一位掰咖的弱势首相。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吗？巫统会把安华当成人质，这一次呢是10几个政党团团的围住安华，人人都把安华当人质，向他予取予求这样子，内部都这么动荡了，外面的国盟当然也不会放过安华，他们可能会重新去复制这个 Sheraton Move， 煽动团结政府里面的一些政党撤回支持，改支持国盟执政联邦。冇啦，又嚟。好烦呢！不过因为反跳槽法呢，目前是已经生效了嘛，所以呢 ，Sheraton Move 2.0呢，不是议员各自跳槽支持国盟就可以形成的，而是要整个板块的移动。也就是说，你去点餐的时候呢，就讲说，那你不可以点阿拉卡，你必须要点 combo。好，我们来看看安华当首相的这个数学题。如果国盟想要执政，方法非常的简单，也就是直接取代西盟。就算没有其他的小党支持啊，只要照着以前慕尤丁或者是伊斯麦沙比里的这个 formula， 国盟还是可以成功的过半。当然，要完成这一种 combo deal 呢，国盟就必须大量的炒作各种的议题，无论是在种族啦、宗教啦，或者是经济上面炒啊炒啊炒，才可以合理化，或者是有道德立足点去煽动大家支持他。而且啊，国盟为了要执政联邦，他们就不会把这个情况呢定调成为是属于马来人的绿潮，反而会说这是全民不满安华，他施政无能的一个人民浪潮，再套上一些民生的议题啦等等的。其实就有学者说啊，国盟的崛起不完全是民族或宗教的原因，而是城市和乡下的马来社会，尤其是中下阶级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是物价啦、低薪啦、马币疲弱啦、就业问题等等，所以它更像是阶级或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呢，还有巫统的贪腐问题啦，也是马来人改投国盟的原因。就算是安华一直在喊说，那我们的政府很干净的，我们不吃钱的哈，可是呢，就有2个人摆在那边吗？谁？阿莫扎西跟纳吉咯，巫统甚至还联署要特赦纳吉嘞。所以你觉得马来人要怎样相信这个政府非常的廉洁呢？而且有很多马来人呢，他们不像华人有宗教的顾虑，所以呢，改投国盟自然是最理性的选择了。另外，根据马来民间的传言哦，这一次的州选，巫统将会灭顶，跟当年华人社会的 MCA 将会全军覆没，是不是很像哎？会不会灭顶呢？基本上呢，我们等一下开票就知道了哈。大家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这一个预言准不准啦？赶快留言。情境1，团结政府4，国盟2啊。由于前面呢 very 的 sad 啦哈，非常的悲观，所以我们现在呢来一个比较乐观的推测。如果团结政府多赢1个州，那就代表安华政府大胜了，安华的首相大位绝对会稳固，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完这一届。我希望可以这样子，我们现在一起来集气，波比波比波比。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呢，巫统的议席大增，团结政府呢也就有底气可以大喊，那你看还是有很多马来人支持我们的 ，OK。安华呢就会更有执政的正当性了。So 来到结论啦。
最后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无论选举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希望呢，败选的一方呢可以接受现实，让联邦政府呢安安稳稳的做完这整届。因为呢，施政不是你煮泡面吗？你需要时间去酝酿的嘞。你没有时间酝酿，你怎样去看到成果嘞？3分钟搞定你咩？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又开始动荡，然后首相、部长啊等等全部又换人当，那就会有很多政策呢还没有出台又胎死腹中，我们的国家又会重新陷入了这个空转。坦白说，我们真的没有本钱可以再这样子耗下去了。所以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人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健康成熟的民主，而不是民粹的恶斗啊！我希望全民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共识啦哈，全民。OK， 我们要祝贺胜选的人，也要祝福败选的人啊。那也更加要祝福马来西亚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跟我们讨论，然后帮我们把影片 share 出去。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值得鼓励的话，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当然可以到这些平台去 follow 我们。我是莹莹，我们荧光笔下一次影片见，拜3、拜6上片。